为人以雄兵之略，北据燕山，自前朝起，100年来强渡黄河，一窥淮水。将军，爹，吃点东西吧。将士们怎么样？都睡下了，儿子已经安排好了巡逻兵，爹请放心。爹，您在写什么？现在光线这么暗，您眼睛又不好，还是早点休息吧。坐下。爹驻守北境10余载，累积了不少应敌之策。如今爹老了，不早日记下这些心得，怕往后难以记起。爹在想，这些心得如果能够让更多的将士们所用，也是为大宋效力呀。爹爹心思高远，是大宋将士之父。谢谢师姐。去。靖灵王，这副金丝软甲是高祖皇帝赐予我的，今日我将它送给你。多谢殿下。丽妃，你保护好自己，也保护好四哥。健康交给我，我筹措好军粮，协助各位凯旋而归。好，你放心。霍大哥，我会保护好金灵王的。紫金姐姐，紫金姐姐，空城，李哥，你大哥一直都说我是闺阁之秀，但其实我骑马跟射箭都不在话下。走，咱们去给他一个惊喜。去。那我们也该上路了。好，告辞，告辞。走。殿下，该走了，殿下。走。好，又是一坛佳酿啊！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什么不好了？我这武林春，桃花香气，摄人魂魄。如果冻藏个1年半载，这就是举世难出的珍品。好，真好啊！是小姐，小姐走了。什么？这是小姐留下的。爹，女儿去北境了。女儿从小便钦佩沙场英雄，也想像哥哥们一样保境安民。别担心女儿，婶侄一定会保护好女儿的。女儿不孝，又要令爹担忧了。他日归来，再向爹赔罪。嘿，备马！啊，老爷，现在追，恐怕来不及了。时也，命也，运也，何以至此啊！4位将军，请。这是何意啊？陆中护，请留步。
彭城王下令军议。没错，彭城王确有过命令，但彭城王未下令让陆中虎参与军议。彭城王有令，魏军南下，军情紧急，命中护路远，督理城中流民，若无命令，不得擅自出入码头大营。陆中虎，请发。李承勋，末将在，派人盯紧陆远和他带来的人。领命。沈峰，如今形势如何？万景生狡诈，他将兵力分散，试图隐藏主力。但是我打探到，东边水陆船只近日有所增加，疑是运送粮草。西边陆路也陆续有魏军兵力并入。明早你们去阻断魏军各处的粮草与兵力，扰乱他们的部署。领命。下去准备吧。是。殿下，现在魏军兵力不足，我们为何不能主动出击？等援军抵达，再动不迟。援军？沈将军已在路上，不日便可抵达敌后。殿下英明。堂堂中护，竟然安排我去看抚流民。打仗怎么少得了中护？他明摆着是要架空我在军中的权力，他在防着我。我担心中护在军中没有半点兵权，以后不好行事。我岂会坐以待毙？让你集结的那些旧部如何了？密令早已发出，近日已陆续抵达码头周边埋伏，随时待命。刘义康，我跟你的仗才刚刚开始。太妃匆匆召见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这茶不错啊，我记得是王妃送的吧？是。王妃有心呀，不愧是名门望族教导出来的女子。太妃谬赞。过来坐。谢太妃。听闻今日朝议为了征兵的事，晋灵王又和你们起了争执。晋灵王忧心北境，心急征兵，也在情理之中啊。但是现在各郡情况复杂，士卒们也是有苦难言呐。不过还请太妃放心，下官回去定当催促士卒。轩儿啊，到底是年轻，难免有些事情考虑不周，还望中书令多担待，在大臣们面前为轩儿多说说话。至于这招兵之事啊，我一个妇人怎好智慧？中书令为士卒筹谋，自会思虑周全。太妃所言极是啊。哎呀，说到底呀，轩儿和大臣们都是为了北境之战，也是为了疆泰民安。但是你们也要相信啊，有彭城王亲征，何愁那些绥远军不能军心振奋，以一敌百啊？那些临时招募的部曲怎么能抵得上那些绥远军呀？轩儿啊，也是关心则乱。你放心，我
一定好好劝劝晋灵王，大家一条心，那才是正理。太妃如此深明，是我等之幸啊。紫荆姐姐，喝点水吧。累了吧？不累，我一想到马上见到你大哥，我就一点都不累了。我大哥要是知道了，不知该多高兴呢。你也一定想见彭城王吧？想见，却又不敢见。想是因为想待在他身边，一直陪伴他，照顾他。不敢见，哎，说不清楚。我第一次见你这表情，你这是害羞？谁害羞了？姐姐你别乱说。师姐就是害羞了。谁害羞了？师兄救我！童言无忌。掉下去会死的。姑娘，姑娘，你醒了啊？我在哪里啊？我死了吗？你从悬崖上掉下来，被树拦了一下，是我家那口子救了你。这姑娘怕是被吓着了，你好好休息啊。没死，我居然没死。老天爷留了我一命。沈离可，让你们自查，百般拖延，地方官清查，瞒报，遮掩，这群士卒根本就是在故意抵抗。殿下，那现在该如何？我命你二人亲自带兵前往江东各地清查士卒州园，还有搜查周围所有的山林。一旦发现私藏兵户者，立刻抓入廷尉。是。敬酒不吃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来，莹儿，陆中户真是大善人，真乖呀！是啊，陆中户真是大善人，对我们可真好。对，就是陆中户大善人啊！是大善人。陆远每日都在干什么？每日除了来这里对百姓们嘘寒问暖，就是在营中练武，其他并无异样。叔叔，今天的姜汤比昨天的好喝。哎呀，鹏儿真乖呀！明天再做给你喝。嗯，去吧。谢谢。装模作样。谢谢。怎可能短短几日就改了本性？多谢陆中户。见过殿下。谢谢。殿下，这是刚刚煮好的姜汤，您尝尝。谢陆中户好意，殿下一会儿再用。谢谢。殿下，近日从各地涌入码头的流民增多，粮草消耗加快，下官担心长此以往，所剩粮草不足以供给军中所需了。供应军需虽然重要，但百姓深受战事之苦，亦不可苛待。
粮草之事，本王会负责解决的。是。陆中户乐善助人，照顾起百姓来有模有样。看来这份差事十分适合你。能为殿下分忧，是下官的荣幸。参见彭城王，有信。哦，那下官去照顾百姓了。辛苦陆中户了。离哥，他醒了，终于醒了。你也辛苦了。谢谢。我代表我们所有百姓感谢你。是我该做的。四哥，我已在赶往码头途中，等着我。我们走。是一匹马队，在这儿用马队运货的，不是我们宋军，那只能是魏军了。车轮印很深，他们运的不是兵器就是粮。这里离码头很近，需要这么谨慎运粮和兵器的，只能是魏军。你又想干嘛？劫。什么人？还不滚开！赶走军爷的道！别动！别动！大宋的儿郎们，敌人打到了我们的家园，来到我们城下，我们绝不允许他侵犯。拿出你们的勇气和力量，去给敌人致命一击！本王会与你们并肩战斗。彭城王威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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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启禀殿下，沈廷章将军抵达魏军后方，只待殿下一声令下。好，全军将士听令，即刻出发！此战，大宋必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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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列阵！
是沈提章。将士们，驱逐大敌就在今日，不胜不归！冲啊！沈提章突袭我军后翼，我军布阵已破，死伤惨重，现在怎么办？靠！将军，不可恋战啊！撤！撤！快撤！撤！追！混账！刘义康，你这个奸诈小人！沈提章到了北境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啊！报！将军，说，梁被劫了。什么？梁被劫了。是。严密监视码头城，想办法弄清城内的情况。一旦时机成熟，即刻攻城。是。快看，是彭城王回来了！彭城王回来了！下关携码头百姓在此等候殿下，恭贺殿下首战告捷。恭贺殿下首战告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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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士们，众乡亲，你们都是大宋的骄傲，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的胜利。此战我们联合沈将军，奋勇杀敌，大挫魏军。接下来我们还会秣马厉兵，勇往直前。大宋必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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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夜我们举杯共饮，庆祝此战大获全胜。
李妃的信。看看，女中豪杰找到了士族藏匿的兵户，并将他们带至北境。厉害，真是厉害呀！这和那些自私自利的士族高门比起来，黎妃此举真是为邦为民，定能大大增持彭城王啊！这魏军兵力雄厚，再加上两军军力悬殊，这征兵一事还得继续啊！继续，还得继续。哎，正好借这次征兵的机会，扩大清理户籍的范围啊！殿下，这些年士族占山占民，仅仅清理兵户也就算了，这若是大范围的清理户籍，怕是会动了他们的根本呐。那四哥在北境身先士卒，本王根本帮不上什么忙。那在这儿，健康，本王一定要为他打个先锋。殿下，北境军报，北境军报。四哥大挫北军，四哥大挫北军。好啊，好。太妃，让你出去办个事儿，连个信儿都不捎回来，人影都没了，你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。说，你这些天都干什么去了？太妃恕罪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我昏迷了几日，这一醒来，就急忙回来，给太妃复命了。只是让你去盯着殿下，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？我跟着殿下去到了一个医馆，没想到，竟然在那里发现了黎妃。她没死，所有人都被她骗了。没死？怎么会？千真万确，精灵王从府里取的那些药，正是拿给黎妃的。我被他们发现，便遭到了追杀，失足掉入了悬崖。怪不得那么巧，在刑场上突然的暴毙，还不让验尸，急着就下葬。我当时就觉得蹊跷。不对，轩儿她一个人绝不会有这样的主意，一定是与彭城王联手。太妃的意思是，彭城王在行刑之前就已经醒了？极有可能。看来彭城王真的是很重视沈家和这个黎妃。轩儿这个傻孩子，什么事都为他四哥遮挡。太妃，此事是乐清办事不力，我愿意继续追查黎妃。你这个样子，如何追查呀？还是先回去养伤，我自有安排。还不赶快退下！是。传信陆中户，告诉他黎妃没死，沈家已全身而退。是。还有，谢浩已慢慢靠拢。是。沈离哥，你果然没死。沈廷章现身战场，突袭魏军。刘义康啊，
你计划的真是滴水不漏，一出好戏，骗进了所有人。沈离哥不再健康，他定来码头。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些绊脚石都处理干净。侠盗是来码头的隐秘之路，他们若不想被魏军发现，必走此路。你立刻带人在此设伏。是。大家快点儿，快到了，大家快点儿！大家注意啊，前面是悬崖。我看这条路异常凶险，要不然我们另行他路怎么样？我们人多，目标大，若是走大路的话，极有可能被魏军发现。这条路虽然凶险，但是十分隐蔽。好，大家注意安全啊！好，兄弟们，我们很快就要到码头城了，也很快会与大军会合。好，大家再加把劲儿啊！好，走。来。殿下，万景胜近几日一直村缩不前，在暗中休养兵力，不能给他养精蓄锐的机会。沈将军已经再次潜于魏军后方，这正是我军乘胜追击的好机会。只待殿下一声令下，就能再次发起合围。这一次，我们定要一战而胜，生擒万景胜。传令下去，集结大军，备战。领命。殿下，城外20里发现魏军，有多少人？小部分，但是有一队大宋百姓，可能会有危险。城外怎么会有百姓？就是啊。要过桥了，大家小心一点。大家一个一个来，注意安全。慢点儿，慢点儿，小心辆车。来，好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小心啊！来，慢点啊，慢点。林姐，林哥，李哥，四哥，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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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抓住！既然都来了，那就送你们一起上路。小心！
的离歌回来了。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。大英雄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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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彭城王是我师姐夫，是吧，师姐夫？这些都是我带来的兵户，他们都是大宋的好男儿，自愿支援码头，为大宋效力。好，不愧是我的侠女。殿下，这里怕不安全，我怕还有魏军的伏击。各位，不如我们先随彭城王去码头吧。是。四哥，你刚才说要从建康调兵，恐怕需要数日，为何不让风儿直接率兵支援？那，这是风儿所在的彭城，这是我们的码头，南面是盱眙，重镇粮仓。任何一方失守，魏军都可以沿着河道南下，直取盱眙。风儿的任务同样艰巨。原来如此。舞女、杀手、沈家大小姐、彭城王侧妃。本以为可以除掉沈家，可没想到，在刑场上又被他戏弄了一把。这个女人不简单呐！这沈氏一家对彭城王忠心耿耿。沈廷章不惜假意舍弃官职，告老还乡，也要助彭城王北境之战。沈家不除，中湖大业难成。那就让他们一家人葬身在这北境的黄土之上吧。此生泪如小袖无边织，同到风花雪月与你。用尽这一生的眼泪换不起日，待天看运气再来及。此刻各司切切操心志，爱抚到笔尖巧与你。踏过这一刻的生死绝尘而去。